我靠捡破烂把养女养大，还给她准备了100万的嫁妆，她却求我不要参加她的婚礼，希望亲生父母替她主持。妈，我知道这样对不起你，可是他们终究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还有一个弟弟，以后我在婆家受欺负了，娘家也有人给我撑腰了。我看着养了22年的女儿，原来是个白眼狼呀！妈，求求你成全我吧，这是我人生的重要时刻，我不想被人说三道四。我默默把银行卡放回了包里，笑道：行啊，户口也一起转了吧。看来我准备的嫁妆他不需要了，家里拆迁款也不用分到他身上了。为什么要转户口？我始终是你的女儿呀。高家是书香门第，婚礼来的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你捡秃破烂的坐在台上，大家肯定会看不起我的。我也是想体面的把婚礼办完。林瑜抬起头看向我时，他的眼中满是泪花。我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，我恨他们，可是血浓于水。我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，我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，也包括他们。妈，你从小最疼我了，求求你了，别让我丢人好吗？他跪在我面前，哭得声泪俱下，但他眼中的金光却骗不了人。我心口一疼，声音微颤地质问：所以你觉得我丢人？林瑜低着头，沉默了。这一刻，我确信了。我养了22年的女儿，把我对她的所有宠爱变成了利刃，扎在了我的身上，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。本意是觉得我这个收破烂的养母丢人，想让她的亲生父母给她撑面子。我甚至自嘲了一下，我捡破烂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，捡了一个女儿也是个垃圾。她在寒冬腊月被人丢进了垃圾桶，我看到她时，已经眼屈眼依稀，身上被各种虫类撕咬。我把她捡回去后，帮她洗净身体，喂了米汤，没想到她活了过来。孩子是被父母抛弃的可怜人，我是年轻丧夫的可怜人，两个可怜人相依为命正好。我想过，孩子长大了，会不会嫌弃我是一个捡破烂的，然后飞走了，就不回来了？我想过，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寻来，他会不会就头也不回地跟着亲生父母走了？我想过的太多了，只是没想到都一一成真。心中明了后，我随之一笑，要么我端坐高堂，光明正大地接受你的奉茶，要么你就把户口迁走，就当没有我这个妈。我话音刚落，林瑜就急了，尖声怒喊：妈，你偏要这样逼我吗？偏要我来当这个不孝女吗？我心中的怒火也一下燃起，一脚把他踹翻在地。我把你养那么大，你凭什么嫌弃我丢人？你没奶吃的时候怎么不嫌弃我丢人？你要交学费的时候怎么不嫌弃我丢人？你要嫁妆的时候怎么不嫌弃我丢人？怒骂声在院中回响，我气得整个人都在颤抖。想来是我从来没打过林瑜，他的目光中充满不可思议。突然，院中冲进一男一女，女人急忙将他扶起，男人凶神恶煞地对我怒骂：死婆娘，你凭什么打我女儿？我认出了他们，是林瑜的亲生的父母，张强和王小梅。才捡到孩子那会儿，我挨家挨户地问谁家丢了孩子，寻求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，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张强和王小梅，希望他们能把孩子接回去。才开口，张强立马找了手臂粗的棍子，一棍子敲在了我的腿上，我疼得在地上打滚。别抱着这小蹄子来触我家眉头，我老婆要是下一胎再生女儿，我就弄死你！王小梅叉着腰对着我破口大骂：什么破烂玩意，赖上我们家了！自己捡的东西自己养不活，想赖上我们家？呸！不要脸的玩意，赶紧滚！一路上我疼得直不起腰，孩子静静地躺在背篓里，呼呼大睡。
我心中一横，左右不过是一个小孩，我临真痒了，我直接抱着他去办了手续。办户口的是读书人，帮我想了一个于字，于字好，光彩美玉，就叫林于。他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牙牙学语，叫了我一声妈妈。我担起了为人父母的责任，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养育成人。塑料瓶堆满了四季，废纸铺满了春秋。而此刻，他用所谓的体面来嫌弃我丢人。我宁愿他狠心的离去，也不想他虚假的叫我妈，心里却向往着另外一个世界。张强拿起木棍准备冲向我，被林瑜拦住了。林瑜看向我的目光已经从不可思议转变成了恨意。妈，你真的这样狠心？我竟不知道这可笑的恨意从何而来。我目光坚定地看着他，语气尽是冷漠。没错，如果你选择你的亲生父母，那么我们就断绝关系，今后你的一切都与我无关。尽快把户口迁走。林瑜气得跺脚，开始指责我：妈，你别老糊涂了，你就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要是没有我，今后谁给你养老？谁帮你抬棺？谁喂你？我立马打断了他的话：我不需要，我就算饿死街头，也不会求你帮我收尸，要滚就赶紧滚。我从决定要养他的那一刻，就没有想过他会回报我，只想他平平安安的长大，开开心心的生活。王小梅叉着腰不屑地说：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女儿愿意帮你养老，是你的福气，要是你不要，那就两清了。张强也凶神恶煞地看着我：对，两清了，是你自己不要我女儿给你养老，以后你要是赖上我女儿，别怪老子对你动手。见我态度十分坚硬，林瑜的态度反而软了下来。妈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我亲爸是厂里的主管，亲妈是会计，他们主持我的婚礼再好不过了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计较那么多干嘛？我冷笑道：哦，他们那么有本事，当初为什么弃养你呢？林瑜被堵得说不出话，而此刻我只想要他一个态度，选我还是选他的亲生父母，这是我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他还是坚持他所谓的体面，那么我也拿得起放得下。林瑜目光冷漠地看着我，握着拳狠狠地说道：好，那就迁户口，手续办理得极快，22年的养育之恩，只需要20分钟就能断绝一切关系。林瑜改名叫了张瑜，他的未婚夫高淑妍也来了。高淑妍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，满脸苦相。我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，他一口没吃，就坐在位置上一言不发，嫌弃的表情十分明显。我是过来人，知道他不是良人，况且我才把张瑜从大学供出来，希望他继续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深造，不用像我这样辛苦，也不想他早早就担起家庭的责任。我劝解过，张瑜却坚定地认为这是改变他人生阶级的唯一途径，坚持要结婚，或许是为了读书人的清誉。走流程的时候，高淑妍又一次询问了张瑜：小瑜，这样做会不会让林怡心寒？张瑜面带不耐地催促：快把资料交上去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冥顽不灵了。放心吧，过一些日子他会想通的，毕竟他只有我一个女儿，离不开我。高淑妍看向我有些犹豫，最终还是把资料递上去了。读书人在乎清誉，也自命清高，我这样捡破烂的丈母娘对他而言是极其不光彩的。流程也走完了，你把我女儿的彩礼还回来吧。王小梅心急地拦住了我的去路。1周前，高家就把50万彩礼打到了我的卡上。高淑妍的爸妈都是知识分子，身份体面。我虽然是捡破烂的，这些年也赚了一些钱。我本想着添50万，凑一个100万的吉利数字给张瑜当嫁妆，
如今也不需要了。我看向张瑜问道：“彩礼钱你准备给你的亲生父母？”张瑜点了点头：“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，给他们理所应当。”张强和王小梅突然来认亲，对于彩礼十分看重，我估计多半是冲着彩礼来的。然而张瑜却傻傻地以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亏欠他，来弥补他。养你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想养。如今你长大了，能赚钱了，他们就来认亲了。傻子也能看出这一家人的黑心肠。张强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：“死婆娘，你不会想私吞我女儿的彩礼吧？你要是敢打主意，你信不信老子弄你？”我皱着眉与他们拉开距离，淡淡的开口：“彩礼我会原封不动的奉还，但是必须立好字据。”张瑜的神情有些不耐烦：“妈，你搞那么麻烦干什么？我还会不承认吗？”我当场就对他冷了脸：“闭嘴！我已经不是你妈了。”张瑜吃瘪的脸色不怎么好看。王小梅和张强似乎很着急，当场就跑去借笔借纸，签好字据后，我们一起到了银行。排队的时候，高淑妍又有些犹豫了：“小瑜，要不还是放林姨这里吧？这笔钱我们要用来买房的，出不得意外。”高淑妍的父母虽然身份体面，但工资极低，很多钱都用来维持关系了。他们把所有的积蓄加起来就50万，虽说是彩礼，但我知道也不过是走个流程。当时双方父母见面吃饭的时候，高家就拐弯抹角说了很多次，希望我明事理，要求我把钱返回去给2个孩子买房。我一直就很疼爱张瑜，自然希望他结婚过得好，所以表示我会把彩礼返还，并且还会加50万给他做嫁妆，也是为了让高家人不敢轻视张瑜。至于现在他的亲生父母还不还，那我就说不准了。张瑜却认定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定是疼爱他的，于是他有些生气地推开了高淑妍的手：“你想什么呢？他们是我亲生爸妈，我出嫁那天，他们会把钱交给我，我一起带走的。我爸是厂里的主管，妈妈又是会计，他们这些年多少有点积蓄，怎么可能会吞女儿的彩礼？”张瑜坚定的话也让高淑妍无话可说。既然她如此坚定，我又何必劝解？都是徒劳无功。钱转完后，我把流水单据复印了一份，递给了张瑜。张瑜皱着眉头看向我，惊呼道：“怎么只有50万？妈，你不是说给我添50万吗？”我扑哧一声笑了：“你又不是没有亲生父母，我凭什么给你添嫁妆？”张瑜却怒了：“你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我是你女儿，你不给我添给谁添？”我把流水单据放进包里，不屑地说：“养女而已，辛辛苦苦养了你22年，没想到是个白眼狼。”张瑜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，咬紧牙关，死死地说道：“你别后悔。”王小梅也附和道：“对，你别后悔。你要是不给我女儿添嫁妆，你以后也别指望她给你养老。”随后又苦口婆心地对张瑜说：“他一个捡破烂的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为了装面子瞎编的吧？现在断绝关系正好，免得以后成为你的负担。”张瑜也就没再纠结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一路上，我连续拨通了很多电话：“酒店吗？退了吧？违约金扣吧？麻烦了，我一会儿就来签字。婚庆公司吧？暂时不需要了。女儿啊，突然去世了。黄金店吗？”打通黄金店电话后，我立马就挂断了。黄金不退，黄金我自己带。我的家是一个破旧的院子，尽管破旧，但是地段却极好。昨天下午我就收到了拆迁的消息。张瑜一直忙着婚事，根本不会关心家里的事。想着婚礼也没几天了，我索性就打算把拆迁的消息和准备的嫁妆一起给他。
谁想到闹了这一出，人到老年了，我也该活通透了，谁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第二天，章鱼气冲冲跑来质问我时，我还在收拾家里的东西。妈，你把酒店和婚庆全退了，我今天过去准备，人家说查不到订单。我坦然一笑，退了呀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婚纱我也退了，跟拍什么的都退了。章鱼气红了眼，为什么？你有毒吧？还有3天就是我的婚期了，你瞎掺和什么？我倒是气笑了，我瞎掺和？你又不是我女儿，我凭什么花钱给你办婚礼？再说了，要是真被我办了，你亲生父母不怕我贪份子钱？我的话暗示意味明显。跟在身后的王小梅立马上前：鱼儿，我和你爸给你办，放心，我们一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的。你是我们的宝贝女儿，我们亏欠你的全都不及你。章鱼拉着王小梅的手：妈，我知道你们心疼我，但是他凭什么把我的酒店和礼服都取消了？他明显就是想报复我，不让他参加婚礼。我冷声道：就凭是我付的钱，我想取消就取消。好啊，那你就别后悔。我不后悔，来得正好，把这些垃圾全部带走吧。我把章鱼留在家的东西全部装到了垃圾袋里面，包括他的一些奖状还有证书，全部放在了一起。王小梅看都没看一眼，一脸不屑地说道：一些垃圾而已，丢了吧。我女儿可不想沾上穷酸味。章鱼却红了眼，急得把那些奖状全捡了起来。这些都是我努力得来的，你凭什么丢掉？你到底想要干嘛？我毫不客气地把东西全部扔到他面前。那你就赶紧拿走，垃圾放在家里我嫌晦气。章鱼抱着东西，脸色难看。看来我选择的没错，我和你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也不会真心对我好。你养我不过是想贪我的彩礼，还好我提前看清了你的真面目，没有让你得逞。我气得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。那你就滚呐，别来我家给我添堵。章鱼捂着脸，红着眼眶，看向我的眼神全是恨意，随后放下狠话：活该你年轻就死丈夫、死父母，全是你克死的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活该孤家寡人。他气冲冲地走了，这些话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。说不难过是假的，但我又能怎么样？我已经活到那么大岁数了，现在最不该亏欠的就是自己。我去街道办咨询拆迁协议时，遇见了邻居刘姐，她一脸八卦地走到我面前：真啊，你养女那个婚礼办的哦，丢死人了。她拉着我巴拉巴拉地讲了一堆，又把朋友圈的视频点开给我看。婚礼是在酒店举行的，酒店一般般，包括章鱼身上的婚纱看着也没有之前试穿的精致。婚礼现场来了不少人，本是一片祥和，喜气洋洋，没想到一个喝醉的男人举着酒杯，摇摇摆摆地站在桌子上。我姐夫高淑妍，那叫一个牛，给了我姐50万彩礼呀！我妈转头就去给我买了一套房。我能成为人生赢家，全靠我姐夫。来，姐夫，我敬你一杯。高淑妍的脸当场就黑了，章鱼也懵了，说话的语气都在发抖。你说爸妈把我的彩礼给你买房了？男人打了一个酒嗝，笑道：对呀，我昨天去签的合同。姐，我也要谢谢你，你从小就被爸妈抛弃，还肯那么帮我。你放心，要是以后高家有人敢欺负你，你和我说一声，我肯定给你撑腰。高淑妍把章鱼拉到了一边：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你妈把彩礼给你了吗？章鱼慌乱地去翻银行卡。对呀，给我了。说着就开始绑卡，查银行卡的余额。几分钟后，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：卡里没钱。等张强和王小梅赶到时，已经晚了。面对质问，他们反而理直气壮地说：
你是我们的女儿，彩礼不给爸妈给谁？怎么那么不懂事呢？他是你弟弟，你现在不帮他，以后你在娘家谁帮你？”宾客都围着窃窃私语。高家人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刘姐收起手机，继续说道：“他那父母是真的不是人呢，把彩礼收了就算了，酒席也不付钱呢，偏要男方那边把女方的一起付了。你那个养女，亏还是大学生呢，脑袋不行，家里都要拆迁了，还跑去认什么亲生父母，最后把自己的婚礼闹成这样，好笑死了。”我又和他闲扯了几句，明白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高家好面子，婚礼结束后就匆匆离场了，酒店钱也不结了。张强和王小梅收了礼金钱，说什么也不肯付酒席钱，还和酒店闹得不可开交，酒店直接报警了。高家又丢不起人，折返回来把酒席钱付了。高淑妍也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回家的时候，张宇已经坐在家里，看样子是在等我。我本想着马上要搬走了，索性也就不换锁了。张宇一见到我进门，立马讨好的起身帮我倒茶。妈，你回来了呀？吃饭了吗？要不我们出去吃？我推开了他，我已经和你断绝关系了，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我家了。张瑜的脸色有些不自然，不过还是讨好的笑道：“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见我不说话，他直接跪在我面前：“妈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是好面子，我愚蠢，我是白眼狼，我该死，你打我骂我都好，求你了，我这以后只有你一个妈。”张瑜哭得有声有色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斜眼打量我的表情。见我还是面无表情，他直接开始扇自己，一边扇一边骂：“我错了，妈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愿意用我今后的生命换你一生平安。如果连你都不要我了，那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将他扶起，他眼中满是欣喜：“妈，你原谅我了，对吧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我的。”张宇猛地一下抱住我，我突然恍惚了，就好像那年夏天，他拿到了数学竞赛1等奖，小小的他拿着奖状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妈，我获奖了，1等奖！妈，你快来看！”他一路飞奔撞到我怀里，兴奋的、雀跃的抱住了我：“妈，1等奖！我可牛了，我是第1名！”如今他再将我抱住，没有温度，就好像他必须完成的任务。张瑜当天晚上留了下来。入夜的时候，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是张瑜偷偷摸摸地溜入我的房间，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。我啪嗒一下把灯打开了，他惊慌失措地跌坐在地上。“妈，你还没睡呢？”我冷眼看着他：“别找了，我没钱。”张瑜愣了片刻，故技重施，跪到我面前：“妈，我求你了，把钱给我，好不好？你当时说了给我添50万的嫁妆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肯定有钱。”其实下午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了张瑜，他在门口打电话：“舒妍，是不是我拿回50万，高家就承认我这个儿媳妇？”我怎么知道他们拿钱给我弟买房了？再说了，那是我弟，我能怎么办？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一定会把50万拿回去的。也许是情绪太激动，他根本没有发现我就在不远处看着他。要是没有听到这段对话，他下跪求情的时候，我指不定会心软，因此原谅他。养了22年的女儿，就算是小猫小狗也舍不得送人，只是他真的让我寒心。我说了我没钱，就算有，我凭什么给你呢？你有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你去找他们要。说着，我就把他往门外赶。张瑜低着头，故作可怜：“他们把我的彩礼钱拿去给我弟买房了。”“哦，那关我什么事？”随后他拉着我的裤脚哀求：“妈，
如果我不把50万拿回去，舒言会和我离婚的。求求你帮帮我，好不好？我扯开了他的手。你应该去求一下你的亲生父母，那就卖掉房子呗，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离婚吧？张瑜愣了一会儿，随后摇头否决了这个提议。我弟结婚也要房子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帮他，以后他赚钱了会回报我的。我顿时有些无语，你简直无可救药，请你立刻滚出我家！张瑜却起身死死地拉住我，我不走。妈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？只见他继续不要脸地说道，我亲生父母以后要我弟养老，50万就当是还他们的生恩了。妈，只要你给我50万，以后我给你养老，好不好？我把户口迁回来，以后生的孩子都给你带，我和舒言会经常来看你的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。我一脸不可思议，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。我强忍心中的不适，摆了摆手，你走吧，50万我没有，孩子我也不带，我养了你22年，你也别恩将仇报。我认为自己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，谁知他开始尖声地哭喊，你要逼死我吗？我已经很惨了，从小被父母抛弃，婚礼也被闹成这样，被婆家扫地出门，你到底有没有心疼过我？他的这些话传到我耳边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伸手拿起了门边的扫把，对着他就开打，好几棍都狠狠打在他身上。张瑜，你可以说全世界都欠你的，唯独不能说我没有义务把你养大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被我打了几棍后，他疼得跑到门外。张瑜看向我的眼神无比怨恨，用袖子抹了抹眼泪和鼻涕。好，我走，我就不该来求你，你永远失去我这个女儿了。张瑜走后，我在床边沉思了很久，他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呢？从他上大学开始，除了要钱就没有打过别的电话。不，应该是从高3那年，我收完废品后接到班主任的电话，说他病了。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学校时，全身脏乱，十分狼狈。同学的议论声在耳边响起，这是林瑜妈妈呀，看起来她家好穷呀。对呀，以后我们多帮助一下她。我顾不得议论声，慌忙地查看她的病情，准备背她去医院。拉住她手的那一刻，她推开了我。你为什么要来学校？你走呀，你回家。她哭着跑开了，留下了不知所措的我。我心里知道我给她丢人了。从那天起，她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学习。我有时候心疼她，让她休息一会儿。她低声道：休息？我配休息吗？我可不想长大了和你一样捡垃圾。想到往事，我鼻子突然一酸，一滴泪从脸颊划过。人总不能停留过去，或许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放开他，而是放开自己。想通后，我就开始到处看房，用这些年的积蓄全款买下一套小居室。房子是2手房，装修都还很新，我可以直接入住。在此期间，张瑜不知道从哪得知拆迁的事，一直给我发消息：妈，家里被拆迁了，你怎么不和我说？妈，你怎么搬走了？你现在住哪儿？我来找你。看到消息回复一下。妈，你别太过分，你真的要逼我吗？我直接把他拉黑，一条消息都没有回复。我订好了旅游团，可是在出发途中，我在车站被抓了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偷了我们的女儿，她还想跑，快把她抓起来！我面前突然出现了很多高大的男人，他们对我亮出证件。林真女士对吧？有人举报你偷小孩。警局里坐着张瑜、张强，还有王小梅。王小梅一改往日的泼妇样，柔弱地开口：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坏女人抓起来。
他偷走我们女儿20多年呢，毁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。张强也附和：对，当年我们的孩子才出生就被偷走了，我老婆眼睛都要哭瞎了，一定不能放过这个女人。我看向张瑜，她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，于是我质问道：你也觉得是我偷走了你？张瑜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吞吞吐吐地说道：我不知道，我只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过正常的生活。被单独审问时，我把当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出来。事情的真相哪里是他们一番表演就能定性，一切都要拿出证据。当年我被张强打时，有出警记录，记录里张强夫妇不肯承认孩子是自己的，而我的的确确是在垃圾堆里捡到了小孩，并且收养的手续齐全。我偷小孩的罪名根本不可能成立。王小梅没想到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，在警察局又哭又闹，见我要走，她直接拉住了我：你偷了我女儿，既然你不用坐牢了，那你就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。王强也走过来说道：对，赔钱，把你的拆迁款赔给我们。提到拆迁款，我才反应过来了，原来他们闹这一出都是为了拆迁款。张瑜上前想拉住我的手，我却退后一步躲开了。妈，家里拆迁那么大的事你也不说，我当时年纪小，根本不记得那些事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因为你让我和亲生父母分离了那么久，你也该给我们补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情绪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是说我养了你20多年，我还要给你的亲生父母赔钱？张宇点了点头，没错，要不是我爸妈生下我，你也不可能有女儿。你把拆迁款给他们作为补偿也是应该的。我气笑了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复。张瑜撒娇道：妈，你拆迁款分了那么多钱，你拿20万出来给我爸妈，然后再给我补50万的嫁妆，那我就把户口迁回来，以后只孝顺你。王小梅附和道：对，我们以后就不让他给我们养老了，只要你给我们钱，我们就把女儿还给你。我直接当场就鼓掌了。张瑜还以为我同意了。妈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我一巴掌狠狠地直接甩在他脸上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如果你们一家再来纠缠我，我一定会报警。我快步离开，现场只剩下他们错愕的表情。旅行错过了，我又在家里休息了几天，抽空回老房子拿了东西。我还没开锁，刘姐就跑过来拉住了我：真啊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我儿子说你被网暴了。我一脸疑惑。随后刘姐把我带回了她家，我在她儿子口中得知了来龙去脉。张瑜在网上开直播说自己身世凄惨，养母拿了自己的彩礼就不要自己了，还拿着拆迁款逍遥快活。他扭曲事实，引起了大批网友的同情。天哪，没钱的时候就让女儿养老，有钱了就自己潇洒，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？我妈也是拆迁款只给儿子，我就像不是她女儿一样，以后她生病了我也不会管。养母吗？还拿了彩礼，那你快去查一下当初是不是被拐卖了。张强夫妇紧跟热点，立马在网上颠倒黑白，说我偷了他们女儿，让他们一家人分离那么多年，话题一下就冲上了热搜，就连高淑妍也来支持。这是我老婆，我家拿了50万的彩礼，最后1分没带回来，凭什么好人就该饱受折磨，坏人却要逍遥法外？高淑妍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刘姨的儿子示意我接，并且录了视频。林姨，一开始我以为你是一个好人，没想到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，你应该对小鱼做出补偿。电话里还有张瑜的声音：如果你愿意把拆迁款拿给我们，这件事我们就不计较了。
以后我和舒颜会把你当亲妈一样孝敬。如果你还是这样固执，我就让你下半辈子都不得安宁，让你不得好死。”我气得直接把电话挂了。他们以为我真的老了，不玩互联网，觉得我害怕丢人，想用这样的方式逼我拿出拆迁款。不好意思，我年纪是大了，但是我不蠢。刘姐的儿子从小和章鱼一起长大，我对章鱼怎么样，他一清二楚。发生了这样的时候，他也觉得很无语，于是帮我出谋划策拍了视频。视频里，我把自己的领养手续全部发了出来，包括当初的字据和转账流水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快就公之于众。还放出了高舒颜和林瑜的通话记录的视频，还是有很多网友不相信。我直接联系了官方，报警立案。因为之前处理过这个案子，各种证据齐全，所以官方的声明很快就发了出来，也就1天的时间，网友的三观彻底颠覆，舆论也彻底翻转。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这样的白眼狼女儿，别太离谱，是白眼狗好吧？养了那么多年，亲生父母一换他就回去了，可怜养母，操劳20多年，狼心忧狗肺的东西，报应虽迟必到。章鱼的直播间立马被封了，当场被警方带走调查。因为舆论扩散的不是很广，并且及时阻断了，所以只能对章鱼一家进行拘留和批评教育，并且要求他们在网上发布道歉声明。我唯一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家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他们出现一次我就报警一次。他们被拘留期间，我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，我现在也不用收破烂了，我可以去旅游，去做手工，去插花，去购物，我还学会了网上冲浪。没想到在网上看见张强和王小梅的消息，两人上了本地热搜。两人被拘留后，厂里迅速安排了其他人接手了他们的工作。他们所在的厂里资金出现了问题，查账的时候发现钱少了100多万。追查下来的结果是王小梅做了假账，联合张强偷了厂里的钱，一部分张强用来还了赌债，一部分给自己的儿子买房了。张强戴着手铐在视频里自诉：“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一开始我们只是弄一点小钱，没人发现。后来胆子大了，就越挪越多，金额太大了，我们实在是填不上了。我们得知亲生女儿的彩礼有50万，于是找回了亲生女儿，想用她的彩礼填补窟窿。”王小梅也吞吐地说：“后来发现女儿嫁的人家不错，我们就用彩礼给儿子买了房，想着以后再找女儿要钱，慢慢把窟窿填满。我们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要怪就怪林真那个女人，如果她肯拿出拆迁款，就没事了。”这件事在网上掀起了一番热搜，大家立马把之前他们直播又翻了出来，整件事情水落石出。白眼狼养女，得不偿失，白眼狼养女的报应，各类话题被冲上热搜，很多大博主站出来为我发声。张强和王小梅进去了。判刑的那天，我正在度假村喝着花茶，悠闲地听渔舟唱晚。后来刘姐问我在哪里度假，她也收到了拆迁款，要和我一起享受生活。3天后，刘姐就找到了我。此时的刘姐穿上花裙子，戴着墨镜，烫了一个波浪头，看着好不洋气。见到我时，她眼睛都直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还是我们珍珍吗？我以为是那个大明星呢。这一段时间，我不但改变了自己的衣品，还开始护肤打扮了，再加上心态好，我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多。我此刻穿着精致旗袍，用木簪挽起了头发，十分优雅大气。刘姐把我倒的茶一饮而尽：“你那个养女没来找你吧？”我如实回答：“
给我发过消息，章鱼的确给我发过很多消息，无非是求我原谅，然后找我要钱，我都没有回复，他也就没有再发了。刘姐偷偷摸摸地贴近我的耳朵说道：“他进去了。”我十分诧异，进去了。原来张强和王小梅进去后，他们儿子张宝的房子被挂来拍卖还债了。张宝从小就是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主，根本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，就赖上了章鱼。而章鱼被全网骂后，被公司辞退，高淑妍和他提出了离婚。刘姐立马打开手机录下的视频，当时离婚闹得可难看。你看，视频里章鱼跪着求高淑妍不要离婚，高淑妍却一脸嫌弃。当初看上你不过是觉得你是学霸，娶到你很有面子，现在你真的好丢人，别缠着我了，行不行？章鱼满脸不可置信，哭着摇头。淑妍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不能抛弃我。高淑妍一脚就把他踢开了。为了我，算了吧，你还不是看上了我家的体面？比起你做的那些事，我做的可不算恶毒，毕竟你连养了你20多年的养母都能诋毁，还有什么恶毒的事是你做不出来的？章鱼愣住了。章鱼，我可以嫌弃你养母不体面，为什么不能嫌弃你不体面？如果你不离婚，就把50万还回来。高淑妍说完后，绝情地走了。章鱼嚎啕大哭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看了视频后，我心中平静如水，只当是看了一个笑话。我还是有些疑惑，怎么就进去了？刘姐拍了拍大腿，继续说道：“因为张宝呀，他亲弟弟，混世魔王，天天找他要钱。说实话，章鱼学习方面的确有能力。和高淑妍离婚后，又重新找了一个工作。张宝隔三差五就去他们公司闹，谁受得了？不是要钱就是还债的。据说好几次，章鱼都是带着伤上班的，是张宝打的。有一次直接在公司拿烟灰缸把章鱼的头都砸开花了。过一段时间，就听说他往张宝的饭里放了敌敌畏，给毒死了，就进去了。听完后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不过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如今毫无挂念，只想在往后的岁月中无愧自己。好几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：“妈，我可能要死了。”电话里的声音抽搐着，语气十分无措。我愣了片刻后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打错了哟。”说完，我果断挂断了电话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我收到一封信，上面写的是遗书，章鱼留下的。妈，对不起，下辈子选我做女儿，好吗？此刻，湖边的风吹乱了我的头发，落日的余晖散在湖面上，波光粼粼。我撕掉了这封信，让它随风而去。我不谈往生，只念当下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婚前2个月，我妈让我买一套小房子，试试王俊的心。我觉得完全没必要。我们谈了几年，我自认为对他的人品还是信得过的。可我妈说，平时情情爱爱，花前月下，谁都人品好，但是一旦触及利益，就人心难测。她还说，只要他不对这套房子说3道4，那我马上给你们2人买一套别墅作为婚房。我心动了，也想着试一试王俊的真心，于是我花40万买了一套小房子，供15年，月供3600。可我刚刚在售楼部签了合同，王俊就带着他全家人气势汹汹地赶了进来。他紧紧地盯着我手里的合同，暖暖，你真的买房了？我点头，是啊，买了一套小户型的，将来你……啪！我话还没说完，准婆婆刘秋菊就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，火辣辣的疼。我捂着脸，眼泪不争气的在眼眶里面打转。我本来想说，等我们将来结婚了，这小房子可以给婆婆一个人住，
我看了户型，两室一厅，坐北朝南，对婆婆一个人来说足够了。可她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了我一个巴掌，我不服气。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敢打我，就算是我亲妈都没有动过手。我反手一个巴掌甩在王俊的脸上。老太婆，我不跟她计较，但我也不能白白挨这一巴掌。他做的孽，他儿子来还，很公平。王俊怒气冲冲质问我：“你打我做什么？反斜杠 T。”我歪头看了看刘秋菊，他又凭什么打我？王俊还没张口，刘秋菊又准备伸手过来，可我还会傻傻让他打吗？那我才是疯了。我抓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甩，他的腰撞上了旁边的桌子。我看到他痛苦地捂着腰，哎呦连天。大姑子王兰马上扶着刘秋菊对我喷粪：“顾暖，你反了，居然敢对我妈动手！”哼，他打我，我还不能反抗了。刘秋菊挣扎了一下站起来，满脸愤怒地看我：“顾暖，你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擅自花那么多钱来买房子，我还不能打你了？还没过门你就敢顶撞我？等你们真结婚了，不是马上虐待死我，真是倒打一耙。”他意思就是他能打我，而我不能有一点反抗，只能忍着。可我偏偏就不是一个能忍的人，凭什么要我忍？王兰帮着他妈：“我妈说的对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突然把所有钱花光去买这套房子，你打的什么算盘？我们一清二楚。别以为我们家都是傻子。”我不明白他们生气的点在哪里。我花自己的钱买自己的房，到时候还贷也是我自己。他们在发那门子的脾气，我不想理这两个人，只想看王俊的态度。我问他：“王俊，你是什么态度？”他跟王兰站在一起，厌恶地看我。我姐说的对，顾暖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居然这么算计我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居然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怎么算计你了？我花自己的钱买一套自己的房子，自己还贷款，怎么就是算计你了？他理直气壮：“你买房子的钱，本来就是婚后我们一起生活的钱，你现在都拿来买了房子，就是你一个人的婚前财产，将来就算离婚，也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。而且你钱花完了，那婚后呢？花谁的钱？都花我的吗？”我真的没想到他居然想的那么多呀！他一个月1万多点的工资，在我这里屁都不是。他根本不知道，我并不是他看到的普通职员，就连他的工资也是我每个月给他发的。2年前，我进公司实习，爸爸说让我从基层做起，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他的女儿。于是，我像普通员工一样上班、下班，甚至吃外卖盒饭。就是在那时，我认识了王俊。我想着在婚礼上告诉他一切，给他一个惊喜，然后给他安排更好的工作。可惜呀，我看着眼前满脸算计的一家人，有些人就是不配过上好日子。我又想起我妈答应给我买的婚房，那可是几千万，这区区40万的房子。呵呵，王兰尖声说道：“顾暖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。”我冷冷看他：“哪2个？”他高傲地抱着胸：“要么你就赶紧卖了这套房，拿着现金加上你家给的钱当嫁妆结婚。”我直接否认，不同意。他又说：“那第2个选择，你既然不想卖，就直接把这房子写我妈的名字，也就不用再麻烦去买了。”简直有病！我的房子，我花的钱，有哪一点理由要留给你妈？她自己没儿子吗？没女儿吗？轮得到我给她买房？刘秋菊激动的又想动手，我愤怒地瞪了她一眼，还想打我？别以为我不会还手。她摸了摸刚刚被撞的腰，缩了缩身体。你要想嫁给我儿子，就必须把你婚前的财产全部带到我家来。婚后，我儿子的工资还我们的房贷，
你的工资和存款用来平时家用，还有生孩子时的费用，这才是正常家庭的做法。我笑了，这是哪个正常家庭的做法？恐怕只有他们吧。他们说我算计婚前财产，不知道到底谁算计谁。王俊比我还早的就用他自己所有的钱付了50万买一套房，现在他自己每个月还5000房贷，也是还15年，而且那房子只写了刘菊香的名字，王兰和刘菊香都住在里面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刘菊香却一直声称那是我们的婚房。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，也终于懂了我妈的苦心。果然，在利益面前，人品屁都不是。王俊每个月1万多一点的工资，还掉5000的房贷，再给他妈每个月3000，那他还有什么钱？明摆着只能用我的钱。可这些什么都不算，日常开销，谁能说得清1、2、3、4？他们还说我算计，本来我都不在意这些。可是我自己买套房子而已，就像要了他们的命。我直接叫来销售，这套小房子我不要了，换一套大的。销售马上给我看了一套大平层，180平米。顾小姐，这套180平米的房子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套，也是最贵的。我只看了一眼，好，就这套，马上签合同。销售乐得嘴都合不拢，几分钟而已就买一套大平层，他得提成多少啊？顾小姐，5万1平米，您是全款还是首付？呵呵，我不装了，全款。王俊脸色黑得像墨。顾暖，你在发什么疯？180平米，5万1平，你算算要多少钱？就凭你一个月1万来块钱的工资买得起吗？在这里装什么大款？我看都不看他，买得起也好，买不起也好，都跟你没关系，赶紧滚，别碍我的眼。他还来拉我，你别发疯，赶紧把这套房子改成我妈的名字就行了。我们的婚礼还是照样举行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我伸出高跟鞋，一脚踩在他的脚背上，滚，别打扰我买好房子。他抱着脚痛的原地转圈。王兰看戏一样对着销售说：“喂，你别忙活了，他一个月工资才1万多，哪里来的钱买你的大平层？就是在我们面前装逼而已。”他又看我，别装了，这合同要是真签了，你付不起钱，可是违约，要赔钱的，知道吗？他以为我不知道，他以为我付不起。笑话，10套我都拿得下。我刚拿起销售递过来的笔，王俊赶紧把我拉到一边。你怎么这么任性？为了气我，为了在我妈和姐面前充胖子，你竟然敢签这个合同？你知道到时候光违约金都够你用一辈子来还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又不要你帮我还，你急什么？他痛心疾首，好像我多么的不可理喻一样。别闹了，我妈和我姐也是为了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着想。你想想，我的钱刚买了婚房，我们还要结婚，婚后还要生孩子，这些都要用钱，到时候我们俩的钱都要还房贷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是啊，怎么过？各过各的呀。你住你的房子，我住我的房子，正好。他皱眉，说什么？谁家结婚2口子不住一起的？我还想给他一个机会。对呀，那把你那套卖了，我也把我这套卖了，我们一起重新买一套大的，不就都解决了吗？到时候你我一起还贷，多余的生活完全没问题。他还没说话，一直在旁边的王兰倒是插嘴了：“那怎么行？那房子就是你们的婚后共同财产，我妈住哪里，我住哪里。要是你们离婚，还能分一半走，平白无故的就被你占了便宜。”呵呵，刚刚还在说我算计的人啊，他们的嘴脸比谁都恶心。我看向王俊，最后给你个机会，卖不卖你的房子？他比我还生气。顾暖，你休想
动我家一分一毫。好了，心彻底死了。我大手一挥，180平米的大平层写上了我的名字，顾小姐，这套大房子就是你的了，请问怎么付款？刷，卡字还没说出来，王兰就哈哈大笑。顾暖，付钱呐，你快点付钱呐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丢脸。我默默地拿出一张银行卡，王俊的脸上也有了幸灾乐祸看戏的样子，因为他认得这张卡，平时这里面最多只有几万块，他笃定我刷不出900万。我把卡递给销售，1分钟后，果然 POS 机提示余额不足。销售尴尬地看着我，王兰和刘菊香笑得合不拢嘴。装，继续装，我看你怎么赔那么多钱。王俊也沉着脸，告诉你，这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事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别说我是你男朋友，笑死。王俊，你意思是我们分手了吗？不认识了吗？对，分手。有你这样的女朋友，我丢脸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在看我怎么收场。当然，王兰和刘菊香他们是看我怎么出丑。我缓缓地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我买房，钱不够了，你过来帮我付一下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淡定地喝着咖啡，而王俊一直在不远处看着我。他不走，但是也绝对不会帮我。他们都在看我能怎么办。10几分钟后，我爸的助理李叔赶了来。小姐，顾总他在开一个重要的会，让我来给你处理。我点头。李叔迅速地递给我一张卡，本来可以转账的，但是金额太大，比较麻烦。顾总让我直接来刷。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输入密码，900万，付款成功。销售笑得合不拢嘴。看热闹的人也迅速散开，只有王俊一家人瞪大眼睛，张大嘴巴。王俊看看我，又看看李叔，你们，他勃然大怒，眼睛赤红地看我。顾暖，你居然和李助理有一腿，简直太不要脸了。你不知道他有家庭吗？他今年快60岁了，儿子都比你大，你居然去勾引他，就为了钱？底线都不要了，神经病！满嘴喷粪。我刚举起手，李叔却比我更快地动了手。他一拳打在王俊的鼻子上，鲜血直流。王俊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他到底是谁？他不是你可以随意侮辱的人。给我滚！也许是男人的面子，也许是男人的胜负欲。王俊很生气。他肯定地认为我给他戴了绿帽，而且对象还是一个这么大年龄的老头。就算他不爱我，就算他现在讨厌我的要死，他也要把场子找回来。他也不会放我就这样跟李叔走。他堵在我的面前，捏着我的手腕。顾暖，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你什么时候和李助理勾搭在一起的？告诉我，什么时候？他越生气，我越开心。真的，李叔又要动手，我反而示意他稍安勿躁。我要让王俊发狂。于是我笑着看向李叔那边。我呀，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，在你之前。哈哈，王俊那个脸色呀，比锅底还黑。可我并没有说错呀。我刚出生时，李叔就已经是爸爸的左膀右臂，所以我这样说完全没问题。刘菊香喷着唾沫骂我不要脸，贱蹄子，简直是荡妇，为了钱毫无底线。60岁啊，你也下得去嘴？李叔听不下去了，他一招手，外面跑进来几个保安，一左一右地把王俊从给我身边拉开。暖暖，回家。我跟在李叔的身后，大步走出售楼部。王俊还在无能狂怒。顾暖，你等着，我一定揭发你们的丑事。李助理再厉害，也只是一个助理而已。我一定把这件事告诉董事长，告诉大老板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样的歪风邪气，他会放任不管。
到时候老头子没钱了，你可别回来跪着求我。呸！我本来已经走远，可还是忍不住回转身体，站在被保安按在地上的王俊面前。我一脚踩在他脸上。王俊，我给过你脸，可是你不要，你马上就会后悔。刘菊香和王兰急得跪在地上要拉开保安，可是毫无用处。如果他们都能拉得开，那也不配做我们家的保安。我在他们的愤怒中上了李叔开来的豪车。我听到王俊不服气又鄙夷的声音：“一个助理而已，开的还是老板的车，装什么装？”回到家，我妈马上安慰我：“天下男人千千万，放弃这个渣男，宝贝，妈再重新给你介绍一个优质富二代，都是我们这圈里面的，绝对靠谱。”我窝在沙发里，暂时还没那个心情。妈，要不是你让我试一试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原来王俊一家是这样的人。我妈递给我一盘车厘子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只是你太年轻，太单纯，人性最经不起测试。王俊他也是上个月才买的房，然后还写的他妈的名字，他自己还贷款，这不明摆着坑你吗？你们婚后，他赚的钱都在房子里，而你赚的钱全部作为家用。万一将来你们离婚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而他舒舒服服一套房，太对了。我真是佩服我妈，这也没什么好佩服的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而已。他们千方百计算计你的婚前财产，可是当你自己也准备买房时，他们就翻了脸，太双标了一些。我爸急冲冲地赶回家，估计是听李叔说了来龙去脉，他气得不行。王俊这个垃圾，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平时在公司装的跟小白兔似的，人畜无害，原来他这些算计都留在了女朋友身上。马上我就让他从公司滚蛋，敢欺负我女儿，脱掉他一层皮，让他在整个海城都待不下去。我马上起身：“爸，你还没下通知吧？”“没呢。”他脱了一件外套，看来真是气坏了。我这不是一听说这事儿，马上就先回来看你吗？还没来得及开除那个垃圾，你等着，我马上打电话。别！我赶紧拦住了他，他还生气了。你这个没出息的，都这样被他欺负了，你还不忍心开除他？错，当然不是，开除他早晚得是，我只是不想让他那么轻松的被开除，我还要给他更多的惊喜。我爸终于笑了。好，不愧是我女儿，对付这种人就是要恨，绝不轻饶。对，绝不轻饶，我要让他终身难忘。第二天，我刚进入公司，就发现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，不屑的、嘲讽的、厌恶的，不用想我都知道为什么。果然，王俊看我坐下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昨天我坐着李叔车子离开的照片甩在我脸上。顾暖，丢脸吗？当一个60岁老男人的小三，丢脸吗？你不怕我把这些照片都发给李助理的家人，还有董事长？笑死，他还没发。没发的话，怎么他们都用那种眼神看我？估计早就被他发的全公司员工都看到了。我低头开始处理工作，量着他，他倒还急了。顾暖，我说话，你没听到吗？我一边打开电脑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道：“哦，听到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识相的话，我劝你自己赶紧辞职，别让我跟着一起丢人现眼。这公司里面谁不知道我是你男朋友？现在大家都知道你给我戴绿帽，你还有脸待下去？呵呵，王俊，你觉得没脸就走啊？辞职啊？赖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当然不愿意，我给他高工资，轻松的工作，他去了外面，哪里能找得到这种好事？他不走，但是想逼我走，同事们都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王俊趁机把我拉到了天台。顾暖，我可以出来帮你证明，
你跟李助理根本没有私情，这样你也可以保住工作。他会这么好心？当然不可能。不过我听他怎么说下去，我姐想了一个办法，把你昨天买的那套900万的房子过户给我妈，或者给我姐都行。然后我不计较你跟李助理的事情，我们马上举办婚礼，这样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口，因为我都愿意娶你了，别人还能说什么？啪啪啪，我都忍不住给他鼓掌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！王俊，900万，你知道是多少钱？你不吃不喝，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你凭什么以为你轻松一句话，我就会眼巴巴的把900万的房子转给你们？还是你妈你姐？她好像听错了我的重点。没事，转给我也行。对，就过户给我，写我的名字。我甩手扇了他一巴掌。王俊，来，从这里跳下去，跳下去，我马上把房子转给你，绝不食言。他凶相毕露，手向我的脖子伸来，我快速的转身离开。呵呵，还能让他得手？当然不可能。没一会儿，人事部带来一个新员工，老板的侄女顾林。我俩相视一笑，他迅速转过身子，眼神看向了王俊，小手一指：“我可以跟他学习吗？”哈哈，我看到王俊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他捣蒜一样点头：“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可是公司的老员工，什么问题我都可以给你解决。你跟着我，绝对快速提升业务能力。”顾林故作娇羞地低下头，站到了王俊的身边。1个星期后，公司就传出了绯闻，王俊和顾林在一起了。我和顾林坐在沙发上吃着零食。姐，你干嘛要搞这出啊？害我还要跟这种人周旋，恶心死了！我马上给他转了10万的红包，玩玩他而已。我开心，他收得飞快。好，那我帮你一起玩他。王俊在下班路上堵住了我，他春风满面地吹着口哨，故意把他和顾林的合照作为壁纸放在我的面前。顾暖，听说了吗？我和顾林在一起了。他是谁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老板的侄女呀。以后只要他一句话，我马上就可以晋升为总经理，甚至是董事长助理，取代你那个老头子。我极力地忍住笑，那祝你早日高升。他不无得意地继续挑衅我，只要你把那套房子过户给我，我保证让你继续留在我的身边，即使我当了董事长助理，依然不会赶你走。哦，当然，他掠了掠额前的几根头发，做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肯定是不够资格的。做我的情人，还是可以试试。我一脚踢向他的裤裆。王俊，给老子死开！他在我身后大喊：“顾暖，给你1天时间考虑，过期不候。”呵呵，1天时间，那么我要动手了。他每天只顾着讨好顾林，对公司事情毫不上心，因为他笃定地认为，只要顾林认准了他，那么他在公司里面肯定是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。但是他忘记了呀，顾林只是侄女而已。他做的一项数据出了严重的错误，把1个亿打成了1000万。经理暴怒着批评他，甚至要扣他工资。他昂着头，我 TM 了，看谁敢扣我的工资？不知道我是顾林的男朋友吗？我只要一句话，你这个狗屁经理都要被炒鱿鱼，你还敢扣我的工资？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兢兢业业的经理气得脸都红了。我不信老板是这么一个不分青红皂白之人。我们到老板面前去对质，看是你不干了，还是我不干了。王俊信心百倍，他站在顾林的身边。林林宝贝，你一会儿在伯父面前给我说2句话呀。这些人就是嫉妒我，因为你喜欢我而嫉妒我。哟，我差点吐了出来。真 TM 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顾林安抚他：“好，别怕，有我在，谁都赶不走你。”
我等下就跟伯父说一说，直接让他升你当总经理，开除他。哈哈哈！王俊的脸上都笑开了花，他高高的抬起头看向经理：“走啊，不是要找董事长吗？要找大老板吗？还不走？”经理气不过：“走，谁怕谁？我不相信董事长是这么任人唯亲的人。”我默默给他竖起大拇指：“不错，真不错。”他们还没走呢，我爸倒是自己走了过来。顾林见到他，马上上前拉着他的胳膊撒娇：“大伯，你来了呀，来给我撑腰吗？”我爸拍了拍他的手：“是啊，谁在欺负我大侄女儿啊？”哇塞，王俊肉眼可见的兴奋啊！之前大家都只是听说顾林是董事长的亲侄女，可是没有人证实啊，一切都是猜测。可是现在董事长亲自出来证实了，其他人都羡慕地看着王俊，只有那个刚正不阿的经理不屑。王俊赶紧上前，弯着腰在我爸面前：“董事长，是刘经理，他污蔑我做错了数据，还说我跟琳琳有不正当关系。可是我和琳琳是清清白白的男女朋友关系。”哦，我爸眼皮一抬：“你是琳琳的男朋友？”顾林连忙点头：“对，我们已经交往了1个星期。”我爸猛地甩了王俊一个大巴掌，王俊被突如其来的巴掌打懵了：“董事长，你打我做什么？”我爸懒洋洋地拍着手：“你这种心思不正的人，不好好想着自己的工作，就想着攀龙附凤，不打你打谁？”王俊不服气，还在狡辩：“我和琳琳是正常的男女朋友，她也是喜欢我的，不信你问琳琳。”我爸扭头问顾林：“他说的是真的？”顾林嫌弃地看了一眼王俊：“不是的，伯父，我没有和他交往，但是他一直在追求我。从第1天知道我是你侄女之后，就一直追求我，但是我并没有答应。”我爸放手，又给了王俊一个巴掌：“不但想攀龙附凤，还说谎！你这种垃圾，赶紧滚出我的公司！”王俊的脸红透了，一半是羞愧，一半是我爸打的。他质问顾林：“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明明同意了，说要当我女朋友的，而且是你先接近的我。”顾林一杯水泼在他的脸上：“呸！也不好好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！我看得上你！”王俊狼狈不堪，同事们都在笑他。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，突然余光看到我还有爸爸身边的李叔，他大笑着。顾林问他：“你疯了？笑什么？”他指了指我，又指了指李叔，最后对着我爸说：“哈哈哈，哈哈哈！你说我不要联想攀龙附凤，可是你身边的助理，你最信任的李助理，60岁的老头子了，还勾搭小女生。他花了900万给顾暖买房，他有这么多钱吗？董事长，这些都是你的钱呐！你最信任的助理挪用了公司的钱去养小三，养情妇，他癫狂得很。我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他觉得他揭发了李叔，我爸就会看上他，并且重用他，甚至也可以打击我，报复我，一箭双雕。可惜呀，李叔二话没说，一记拳头砸到他的鼻子上：“闭嘴，胡说八道的东西！你知道顾暖是谁吗？”王俊怎么可能闭嘴？他不抓紧机会说几句话，马上就会被赶出公司。他声音大的全公司都能听见。他是谁？哈哈哈！我怎么不知道他是谁？他当了我2年的女朋友，他就是个家在外地的普通打工人，他还能是谁？你这老东西不检点，还想老牛吃嫩草！而他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为了钱勾引老男人给我戴绿帽！你们，他环视了我们一圈，你们都不是东西，你们道德败坏！董事长，开除他们吧！他们给公司蒙羞，还挪用公司的上千万财产。你用我，我一定做得比老头子好。我年轻，我肯干。董事长，我当你的助理，绝对会做得更好。
我就静静地看着他发疯啊，我就静静地等着他被打脸呢。首先是顾林，你 TM 的有什么资格跟暖暖在一起？那2年是他瞎了眼，现在终于看清楚了你这个东西。接着是李助理，他拍着王俊的脸，年轻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。你这样污蔑我和暖暖，该怎么处置？王俊还不知死活，我哪里污蔑你们了？那你说，顾暖的那套900万的大平层是谁买的？不是你付的钱，你一个助理而已，怎么可能轻轻松松付900万？不是挪用公司的钱，那是谁的钱？呵呵，我爸冷声一喝，我的钱，你满意了？王俊眼睛越睁越大，他直直地看着我，他的钱，你，顾暖，原来你不是做李助理的小三，你是当董事长的小三呢？TM 的，这人脑子里面只有小三吗？我抓起桌子上的杯子就砸在他头上，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。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淡定地走到爸爸的身边。爸爸，王俊疯了。什么？顾暖，你在叫什么？你叫董事长什么？呵呵，我好心的再告诉他一遍。爸爸，他崩溃了，连连后退，最后撞到桌子边缘。不可能！你怎么是董事长的女儿？你跟我一样是个外地来的打工人。你不是，你不可能是。顾林上前又甩了他一个巴掌。呵呵，今天的王俊含巴掌量比较高。他看看顾林，又看看我。你们，顾林叉着腰，蠢猪，还看不出来吗？董事长姓顾，我姓顾，而暖暖也姓顾。王俊终于绝望地跪倒在地上，他手脚并用地爬到我的脚边，紧紧抱着我的小腿，抬起他那还在流血的额头，祈求地看我。暖暖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没有看清你的真实身份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蠢笨如猪。可是我爱你呀，我真的爱你呀。我们在一起2年，还有2个月就要结婚了，不是？我婚房都买好了。暖暖，你原谅我吧。婚房，呵呵，他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起这个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他是什么物种的垃圾？还婚房！我用力的一脚把他踢开，接过顾林递给我的水杯，全部淋在他的头上。王俊，你还好意思提婚房吗？你婚前3个月买的房子，写你妈一个人的名字，你自己还15年的贷款。你说谁家婚房是婆婆一个人的名字？你打什么主意？我一清二楚。本来我不在意这些，你那套房子在我眼里屁都不是，我随随便便买几10套。可是你要犯贱啊，你超级犯贱。我用1套2室1厅的小房子，就是出了你的真心。你知道我那天买那套小房子是要干什么用吗？他绝望地摇头，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姐说，你就是为了把你的钱全部变成婚前财产，你是在算计我，你是在为自己今后打算。呵呵，滚吧，王俊！亏我当时还想着把那套房子给你妈一个人住，可惜呀，你们都要我退掉，或者让我写他一个人的名字，我凭什么呢？王俊坐在地上，可你本来不也是打算把那套房子给我妈的吗？为什么不能改成他的名字？真是好笑，我自己愿意改才改，而不是被你们要挟着去改。王俊，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你可要好好听清楚哦。他突然坐起身，跪在我的面前，那样子可乖了，犹如一条听话的狗。你说什么我都听着。呵呵，王俊，本来我妈说了，只要你们不对我买那套小房子说3道4，她就马上买一套别墅给我们做婚房。可惜呀，王俊，可惜呀，你天生就是贱种，不配过上好日子。王俊彻底倒了下去。别墅，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。本来他差点就唾手可得，可是他的无耻
他的算计让他和梦想中的大别墅失之交臂。他趴在地上痛哭流涕：“暖暖，你原谅我，求求你看在我们2年感情的份上原谅我吧。”“滚吧，我绝不原谅。我给过他机会，他不珍惜，不会再有机会了。保安把他甩出了公司，我把他的东西丢在他脸上。王俊，想想你这些年的工资都是我给你发的，你心里什么滋味？”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我在爸爸超大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王俊，他还趴在地上，任由雨水冲刷。顾林趴着我的肩膀：“姐，我觉得他现在的泪水比这大雨都还多。你到底是怎么看上这个垃圾的呀？”最近我也在问自己，到底为什么？其实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一切都很和谐，因为我们当时在公司的地位差不多，共同语言就很多。可是妈妈说的对，花前月下都是浪漫的。当我们准备走进婚姻时，才发现三观如此不同。不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王俊，谁知道当天晚上他就带着王兰和刘菊香出现在我的别墅门口。我在监控里面看到他们张大的嘴巴。王兰一点不相信：“你说那个顾暖住在这里，这可是别墅啊！”王俊贪婪地握着别墅的铁大门。对，他原来一直都在骗我，明明他就是董事长的女儿，他就是公司的大老板，他还装作穷人接近我。所以，大姐、妈，等下你们姿态放低一点。我觉得顾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不然他何必为了我装2年的普通人？我倒吸一口气，真是给他脸了。刘菊香却跟着点头：“对，儿子你说的对，不过他也太无耻了，这么有钱还装什么？怕我们要他的钱吗？呸！他也太看不起我们了。儿子，你给他说，不把那900万的大平层过户给我，我绝不原谅。”王俊连忙捂着他的嘴：“妈，等下见到他你可别这么说呀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原谅我。至于这些房子车子，只要我们结婚了，一切还不都是我的。”王兰也马上叮嘱刘菊香：“对，阿俊说的对，妈，你忍一下，只要他们结婚了，随便你怎么欺负他都行，到时候什么都好说。好说，真好说。这些人都是傻逼吗？他们看不到我大门上那么明晃晃的监控吗？太搞笑了！”爸爸妈妈站在我的身后庆幸，好在结婚前看清楚了这家人的嘴脸，不然呢，暖暖你可有的受的。我妈说的没错，幸好我及时止损。王俊按响了我家的门铃，我本来不想理他的，可是又突然很想看到他被打脸的样子，于是我拿着手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王俊马上兴奋地透过大门的空隙伸手想要抓我：“暖暖，你看，我带我姐和我妈来给你道歉了，我们诚心诚意地给你道歉，买房子的事情伤害到了你。”“对对对！”王兰连忙附和：“我们马上把阿俊买那套房子卖了，或者直接过户给你也行，这样就是你们的婚后财产了，就有你的一半。”笑死了！那套破房子，我根本不稀罕。刘菊香也在说，婚期还有1个多月，我给你们订最好的酒店，花最多的钱，给你们办最隆重的婚礼，一定让你风风光光地嫁进我王家。我只问了他一句：“你有钱吗？”他马上接话，接得可快了：“那你不是有吗？看看你这大别墅，几千万吧？你们家还有大公司，多少钱没有？婚礼花个几百万，小意思。到时候你们城里办一场，再回我们老家办一场。”哎呀，想想我就激动啊！这10里8村的可不得羡慕死我，娶了个这么有钱的儿媳妇。还有，到时候得让你爸妈跟我一起回农村啊！董事长给我撑面子，那多风光！王俊一直在给刘菊香使眼色，
最后干脆把他拉到了后面。妈，少说几句。刘菊香还在不满地嘟囔：“我说什么了我？他还真是想得美呀！用我的钱去给他十里八村的显摆，还让我爸妈去给他撑腰。我是有病吗？会答应他这么无理的要求？笑死！他哪根筋觉得我会答应？”王俊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：“暖暖，这是我们婚房的钥匙，我现在就给你保管。我已经让我姐和我妈都搬了出来，现在那里只能我们2个人住。你安心的嫁给我，他们都不会打扰到我们的。”王兰不住的点头：“对对对，你们放心，我和妈绝对离你们远远的，一点都不会妨碍到你们。你们只要每个月给我妈一点生活费就行。”呵呵，你们1个月要多少钱啊？刘菊香听到我提钱，眼睛都亮了。不多，不多，1个月给我10万就行了。我节约一点，绝对不浪费你们的辛苦钱。呸！狮子大开口，他也真好意思。我看着王俊手里的钥匙，冷笑了一声。他根本不知道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他那一套房，可是在他们的心中，却自始至终地算计着那一套房。这就是差距，太大的差距。刘菊香还在后面说：“暖暖，你把门打开，让我们也进去看看这别墅的样子啊！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别墅里面长什么样。不过听阿俊说，你妈会买一套别墅给你们做婚房，哈哈哈，想到就开心。我刘菊香居然也有住别墅的一天，做她的春秋大美梦。我爸妈奋斗一辈子的钱，凭什么让他们来挥霍？”我打开手机，把刚刚的监控全部放给他们看，他们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，一个比一个凝重。最后，王兰居然还指责我：“顾暖，你偷窥我们，你就算有钱也不能这样侮辱人吧？太过分了！”我指了指他们头顶的监控：“神经病！你们还值得我偷窥？”王俊还想做最后的挣扎，可我连多看他一眼都不想。我开了门，他们眼睛都放了光，一个一个的争相恐后的想往别墅里面钻，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让我恶心。可惜呀，他们还没跨进我的门槛，就被我妈养的大狗吓得连连后退。狗子张着大嘴，吐着舌头冲向他们，几个人吓得屁滚尿流。不到1分钟，一个人影也没见了。王俊边滚边给我留下话：“暖暖，我还会来找你的，我爱你，爱你一辈子。”终于清静了。我爸拍了拍我的肩：“放心，爸爸不会让他们再来烦你的，整个海城都不会有人会录取他。我相信爸爸，他有这个本事，说到就能做到。”我再也没有见过王俊，听说他卖了房子，回了老家，因为在这里他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，没有一个公司会要他。有些人就是没有过好日子的命，机会摆在他的眼前，他也会亲手打碎它。王俊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活该在最底层苦苦挣扎，永世不得翻身。